起，血染沙场！我要和你们一起打三阵，赢三阵，砍倒他们的大旗，诛杀他们的上将。以其为武。
检查尸体，把这帮狗崽子给我烧了！是。朝廷的援兵到了没有？没有。来了。这。你就是瓦剌也先。太后给你回信了吗？太后说赵丹赔付。 请你们带兵回去，否则今天咱们都死在这儿。说得对，愿意赔就好办，他还算识趣儿。就，你告诉张克俭，如果我再碰到他，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那颗脑袋先借给他用几天。 这座城也是，借给他住住。为何？翻过这座城，过黄河，就近直隶了。你们要小心呐！好好听听这个声音，越来越近了。有生之日要响彻北京。 这车里好像有个娘们儿啊，哥儿几个，要不要弄出来给你们过过瘾呢？
你给我起来！杀我们的人，打我们的人！注意手下！皇上说了，采田的杀！不走了！你干嘛呀？起来！这是人走的路吗？就是个废物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样，让爹看见了还得抽你鞭子。起来！去！你起来，上马车上坐着去。去！过去！我倒了8辈子霉了，我摊上这么个爹，啊，就这个路，让我直接死了算了。瓦剌兵来了！范将军，怎么了？叶县的骑兵来了！走！来！不要乱！都听好了，重骑随我保皇上，后勤集结，走！ 末将陈文荣见驾。哎，快传，快传！皇上，不必行礼，你是忠臣，你有多少兵马？皇上，只带了2000的贴身骑兵。末将听闻瓦剌大军犯驾，等不及步兵，只能先行一步。2000骑兵，针对50万大军呢？皇上，50万大军首尾不能相连，跟没兵一样。末将就算拼了命，也要把皇上护送出去。 将
教训！报！已逼近荒庙。报！大同骑兵被围。报！大同主将陈文荣战死。撤！撤！出！800里下击，开门！撤！什么人？慌慌张张。快！开宫门！紧急军报！快走！龙的味道也是臭烘烘的。
哎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搬石头搬到膝盖疼。年纪大了，筋骨血气都衰了。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，听我一句劝啊，你又不会偷奸耍滑，别玩命，慢慢干啊。圣人说要劳其筋骨。圣人啊，最爱胡说八道。你让他在这儿干一辈子试试。于谦，于谦在哪儿啊？于谦在哪儿？于谦，人呢？于谦呢？于谦在哪儿？你们谁看见于谦了？大人，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吧？我们是来接大人的，请大人上马。我们只有13个人，13套盔甲，13把马刀，也能再次席卷天下。跟你们打仗，我的部落里现在已经血流成河，尸骨堆成山了。信不信我宰了你？大海，你还缺这么一只绵羊吗？啊，我们何必跟钱袋子过不去呢？看在钱的份上，今天我就饶你一回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已经禀告了托托布华大汗，他率兵猛攻宣化、大同一带，你们跟我一起南下。大哥，我们收获可不少啊！我们活活的掳了个皇帝回来，还要打仗吗？你们觉得拿他管大明要多少钱合适？这些钱是哪儿来的？是从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。大哥，这次我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对对对，这次是这个笨蛋皇上。如果咱们下次碰见一个聪明的皇上，他们要是把我们一直打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天无2日，哪儿有新的皇上？我们歼灭的这50万兵力是北京城3大营的主力，我们只要快速南下，他们的防守兵力连10万人都没有。大兵一到，他们只有渡过长江南迁，拿下江北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你们不想发大财吗？想啊！回去整兵，3日之内南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大汗，我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你怎么赏我啊？我们抢到了好几车的金银财宝，都是那个太监的，里面的首饰啊，美得要命，都给你。我不要。
那些太啰嗦了。那你要什么？10匹好马，100个奴隶。可那些我都有啊。那你要什么呀？大汗。把那条龙给我尝尝。别胡闹，我得拿来换钱。大汗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负责看押，好不好？别给弄丢了。好，大汗放心。好了好了，你负责看押，好不好？别给弄丢了。好，大汗放心。不咬人啊！龙的味道还是臭烘烘的。哎，嘿，走。娘，娘，你给我，娘。娘，娘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呀！我都多大的人了我不管，反正你输了。这不算。冷。太好。姐姐，你今天多吃点儿，你好久没来了。好。王妃呢？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呀！太后都下旨了，快点儿。是。这孩子就像个车轱辘，你不推他吧，他不动；你一推他吧，他就叽里咕噜往前滚。不过我今天啊，赢了他3盘，要打30下屁股，我都记着呢。都像你这么赖。我当娘的赖2下怎么了？他爸是欠我几千下，我要噼里啪啦的打。姐姐快吃点儿。不过成王啊，他已经是大人了，你别当着太监们的面打，没的折了他的身份。你知道吗？我都脱了他裤子打屁股。我一边打还一边数呢。哦，来，慢点。哎呀，给皇太后请安，皇太后万福金安。哎，孩子也给您磕头。哟，你看我今天呐，出门出得急，都忘了带什么首饰过来了。这个呢，赏你。等战乱过去了，到我宫里来，好好挑几件。哦，谢皇太后恩典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回皇太后的话，摔的。摔的？怎么摔的？什么摔的呀？他俩吵架，
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姐姐，再不吃饭，饭菜可就凉了。王妃，她要有什么做错的，你大可以说。你也要顾及成王的体面呢。娘，体面，好体面。娘，是孩儿的错。娘，我就是不顾体面。姐姐最体面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我娘她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她。你照顾你娘很有孝心，很好。明日有大朝会，你务必来。恭送太后。土木堡一战，大家还不知道战果吧？兵部的官员派人从土木堡回来，跟大家说说吧。土木堡一战，我军溃败，英国公张辅战死，泰宁侯陈莹战死，驸马都尉景元战死，平襄伯李真战死，绥安伯陈勋战死，修武伯沈荣战死，都督梁城王贵战死，尚书王佐、学士张毅、侍郎丁选、王勇等52将皆战死，损失马匹20万头，衣甲、器械、辎重损失无数，全军覆没。皇上蒙尘。这是王震的侄子王山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你们是在干什么？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李太后，人已经死了。就应该打死他！屠了他们，北京城能守得住吗？主公，皇上亲政之时，怎么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不能宠信王震？皇上要御驾亲征，除了于谦，没有一个人写过半个字的奏折来阻拦皇上。土木堡战败，太宗、宣宗苦苦经营的50万精锐一战尽丧。皇上蒙尘，你们有谁写过半个字，给过一个对策的？北京城9门大开，那是我下的旨。太后懿旨，奉太后懿旨，日日昼夜不眠。
先，要送皇上回来，兵锋已经到了居庸关，到底是战是守，请诸公自决。内阁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，调山东直隶河南的军队拱卫京师，太后、太皇太后先行迁都，等京师之难过去之后，择吉日再回来。还要择吉日？现在能调动的兵马还有多少？有20万军马可用，以山东被倭兵为精锐，不计抚越。瓦剌也先，什么时候到？兵部已经调集罗通、曹泰、韩青、郭登4将守白杨口，居庸关一线还有10日防御之期。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大明朝廷的回复。他们四处调兵，居庸关、白杨口一线放了2万人，强攻过去，死伤很大。你们看怎么办？把皇帝绑在杆子上，他们还敢射箭，还敢舞刀弄枪。刀剑没有眼睛，万一把他杀了，大明和我们死战，你们消耗得起吗？我们卡尔喀勇士只有6000人，要把这6000人带回去吗？伯颜大人说，守城的只有娘们和百姓。叶先呐，多虑了，那么多部族，30年不聚集一次，打到居庸关，撤了，岂不让人笑话？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。攻进北京，我看也没问题。大明的兵力会逐渐集结过来。你们是想像过去一样抢掠一番，撤回到草原上去？你们平时自夸是英雄无敌，喝了酒就舞刀弄枪，要杀回中原去。怎么现在不敢了？想抢掠一番，像个毛贼一样逃走吗？这场仗是野先大人打的，我们没什么功劳，要走要战，全听大人吩咐。不过，要我说，这大明在北京城营造了3代，金银珠宝多如山呐，我们还抓了他的皇帝，就算是伸手管他们要，他们敢不给吗？啊，是啊。好，进了北京，不要停止。兀良哈3部一路过黄河去山东，我率其他精锐过直隶，下淮河，把他们彻底从长江以北驱逐出去。伯颜大人的兵进山西，肃清西北一带。是。江北一定入我手，大明轻易不敢过来奇袭。奉太后懿旨，10日期限已至，封城。是战是和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议一议了吧？皇太后的意思是，眼下大敌当前，希望大家这次能认真筹划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依臣看，
瓦剌也先这一次倾巢而出，没有一点和的可能。那就是战。我看战也没有把握，三大营只剩下了个空架子，精锐已经在土木堡之战中消亡殆尽了。战不成，和又不成，莫非我们要束手就擒？臣宣德8年进士，翰林院侍讲徐有贞有话要讲。讲。臣7岁时得神仙教授星斗之学，近来臣夜晚仗剑，在屋顶观星，发现天象异常，荧惑入南斗。你讲明白些，出来说话。哼！荧惑是火星，火星出现必有战事，所以依臣之见，要速速南迁，以避祸事。胡说八道！天象示警，这是天意。妖言惑众，天下大事都靠天象。那太祖高皇帝不用起兵了，等着天象示警，等敌人自己完蛋得了。于大人不要激动，天象咱们可以不说。那么我请问一下于大人，三大营还有多少人留守？你敢担保能打赢吗？能战的顶多也就2万人，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，跑都来不及。瓦剌骑兵速度极快，脱脱不花正在攻占山西，朝廷的精锐他根本就调不回来，山东的兵短时间内也调不动。假如脱脱不花入关，不超10日就能到北京。我请问一下于大人，你那几万人能顶得住人家60万吗？难不成你是要我们这些人集体当俘虏，你们才高兴吗？啊？京师是国本，一动大势去矣。宋朝南迁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主张南迁者，可斩。行了，今天既是议事，就允许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，不要一说什么就斩。大家都继续说。儿臣以为，于大人所言有一定道理。京师是国本，京师在，山东和江苏的兵会快速来侵王。倘若我们全部南迁，长江以北就一落千丈，到时候失守的就不只是京师。成王此言差矣。倘若北京要是真失守，皇家将无一脉留存，那才是失了国本。现在不南迁，大明就要没了。一旦退往江南，江北之地的百姓尽成奴隶，几千万的黎民百姓，皇太后，你舍得丢下吗？这是战争，圣人的话说的是漂亮，但真要信了，那是要害死人的。于大人，皇太后，于谦是皇上最恨的妄言之臣，
臣建议把他杀了祭旗，给皇上出口气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的胡子怎么没了？哎呀，你不是夜观天象吗？你干什么，大人？你怎么没观出你的干爹王震死在太土堡了呢？他打我！哎呀，哎呀，干什么，大人？太后他打我！哎呀！先打够了吧？3位阁老，说说吧。太后，朝廷可以南迁，部队需留下抗战，但可是这样的话，就怕部队的士气会衰落。咱们早早撤了，部队知道京中无主，斗志低沉，到那时候恐怕会被瓦剌人白白包了饺子。太后，臣也是这个意思。再议吧。躺下来吧你，要死不死的，你等着喝呀！来，给我喝，喝！哎呀，真是，累死老子了，还喷我，你还……哎呀，皇上，您不能死啊，皇上！您要是死了，奴婢们的脑袋就没了，对吧？您就看在奴婢还小，您就吃点喝点吧，好吗？啊，来来，喝点，喝点啊！哎，这就对了吧，皇上，您呀一准能回北京城登基，到时候别忘了奴婢我的好处。来来，再喝一口。哎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的妈呀！北京城是战是走，皇太后至今没有拿定主意。兵部的折子该怎么上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兵部的眼里没有和字，只有一战。打不赢嘛，就想办法打赢为止。壮哉于谦，我们纠缠了半天，你一句话就给解决了。对呀，这天底下哪有议和的兵部啊？我拟定了一个3省调令，你们要是看着妥当呢，我就把它发下去。啊，关键现在是缓不济急呀。即使调兵顺利，也要有1月之期。北京这些兵马，面对瓦剌的虎狼之师，能不能扛过1个月去？太后口谕。传于谦大人随旨见驾。为太后内眷，移内阁迁都事。为迁都调兵护卫事。为迁都3略事。为迁都6部随行事。于谦呢？来了吗？我去看一眼。找张椅子自己坐吧。
三省的兵怎么样？回太后，三省遣兵的特使全出去了，大军一动，要做足够的准备，粮草、器械拔营。最快的山东兵也要25日才能到京。白杨口。 可这白杨口就完了。如果兵部不来救，就让他们夹着尾巴逃吧。没有兵去救吗？野先不是攻不下来，60万骑兵，踏也踏平了。他是想看看京师还有多少兵力。那个地方，我们放上多少就死多少。 等到京师的兵打完了，也先派支小队来，北京城就没了。北京守城的军队到底还有多少兵力？2万。2万。我把通州的粮食也全运进城里，粮草可以用3年。 北京城墙高，城防险，守卫半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等这3省的兵过来，困局可以慢慢打开。现下，我们只是苦撑待变。有人说，把3省的兵力调过来不妥。其实。
兵临城下，打法只有一种。死战。死战能守得住吗？臣也不敢说。臣也澄清，皇太后和太皇太后，以及主内阁大臣先行迁都至南京，这样兵不用兵会更灵活些。皇上不在，朝廷运转不灵。如果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有一点闪失，我们想维持南宋的局面都做不到了。是吗？叶先带着皇上直扑北京，伯颜在山西苦战，他们兵分两路，把能战之士都带来了。臣看，他们是不想回去了。请皇太后早日决断。这座宫，在建的时候我就和皇上来过。你信不信？我闭着眼睛也能从这儿走出去。帕子，把我眼睛蒙上。老天爷，我和你打个赌，我要是能够闭着眼睛从这儿走出去，你就得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回来。
皇上有消息了吗？有了。大元太师瓦剌也先，号称精兵60万，要护送他回来。这会儿正在白羊口血战，大臣们说要迁都，避其锋芒。您先把身体养好，这回是真的得要过长江了。我不去，我不会走的。这是我家的城，瓦剌兵要是来了，我就死给他们看。你和他一起已经把你儿子的城都快弄丢了。北京城现在只有2万士兵，瓦剌骑兵一个冲锋就全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。你想到北地为奴吗？我怕你死都不敢见他。皇上要出兵的那天晚上，我梦见先帝了。他就站在我的榻前，依依不舍地看着我。我还以为他是难过，他早就知道。和他说说，他还不听话。他知道国家要蒙难，他是想阻止我。我真傻，我怎么就没有猜到呢？我昏了头了。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你也不能这么说我。我是你长辈，你要原谅我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你要原谅我。唯一不能原谅的，就是你。我是山丘，今天这个小事，末将石亨参见于大人。石亨将军，你的主将推荐你去山东救援，你有把握吗？末将定当勉力为之。实话告诉你，已经有2批人死在路上了。说说看，能不能去？需要多少人？瓦剌兵有多少人？大概500-600骑兵。末将在军营当中有10几个结义兄弟，都是武艺高强之人，不要其他，算上末将就这13人。目标还小，昼伏夜行，3日内必能到达。来，到里屋去，把你们13个人的名字写下来，给你许功。你要活着回来，升你做主将。得令。南迁的事，再不定就来不及了。你们说该怎么办？不要模棱两可。太后，
瓦剌野先60万军，实际上也是草原各族联合起来的队伍。我们现在虽然只有2万人的战斗力，但搜罗老弱病残，实际也能有10万人。我们的抵抗只要能够撑到山东、江苏的兵到，瓦剌的兵可退。但是我们实在不敢，也不愿意拿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命去赌博。万一有个1星半点的差池，我们就是殉国，也无颜去地下见先帝呀。京城破城怎么办？臣等甘愿服毒殉国。太后，我大明不是南宋，山东、江苏的兵一定能够打退瓦剌野先。京郊老百姓还有多少人没有及时撤出？还有几10万人。一旦破城，那几10万老百姓和城里的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？一旦破城，那几10万老百姓和城里的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？是啊，工匠会被带走，女人被侮辱，其他人都会死，这是战争的代价。战争的代价。皇上做错了事，他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但是不应该带着你们这些老臣，还有几10万的老百姓一起去付出代价。太皇太后怎么办？您真的要赌上大明朝的命脉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给颗长生不老丹来吃吃。想吃自己过来拿。啊。你真的会炼丹吗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？你下旨让御前司的把我安排在宫里，你觉得他们能把我安排在哪儿啊？穿这身衣服，可不就是司其职，受此礼吗？好香啊！这是什么丹？长生不老丹，黄金、珍珠、地精、水银炼成。你只要服下了，39严寒，穿件单衣你都能出汗。这些丹药啊，你要是吃了，明天就蹬腿见阎王。你干什么？吐出来！吐出来！为什么我这一辈子总是无路可走？长生天保佑，我们又进来了。
太后，不走了。真龙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装死呗。不笑，也不说话，龙还是不一样嘛。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，我看看你是不是真被吓傻了。小时候啊，我问大喊：“大喊，我们为什么要抢别人啊？”大汉就跟我说：“傻孩子，草原上没有铁，打不了刀，我们刀剑从哪里来？”哦，我就明白了。我又问大汉：“大汉，我们抢了铁，打成刀剑，拿来干什么呀？”大汉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汉就跟我说：“傻孩子，当然是用来抢劫了。”什么呀？你说，大汉说的是不是没毛病？哎呀，他装的。哎呦，嘿！哎呀！各宫所有女眷、太皇太后、太妃、旁支各系，会合6部官员，明天一早启程，从永定门出北京，由军队护送至南京。下去吧。是。我和大臣们都谈过了，我不能不留在北京。我要抵抗。朝廷一旦都走了，士兵们就心无斗志了。真的破城了，我必定服毒自尽。朝廷还有些事儿，我得跟你多说2句。国赖长君，你和襄王是最年长的，是年龄最大的。哦，你比襄王还要年长一些。是。我之所以要你们南迁，是因为万一我死了，他们可以立你为帝。现在命你监国，也是重任，你不要来为我们报仇，要以恢复华夏江山为业。太后，你一个人独守空城，让我们逃走？我不走。我年龄最长，我可以上阵杀敌的。我可以跟我娘商量，我得护着你。你的心意，我都明白。不过你娘是不会答应的。你就好好孝顺你娘吧，那也是为国尽忠。还有一句话，你且听着。如果我死了，你要把这话说给别人听。我这些年来对你娘不够好。也做了很多的错事儿，
我让皇帝出征，就是个错误。我咎由自取的。若有后人，为大明的皇帝，一定要恢复我们中原的江山，去拯救我们的百姓。若不思进取，让我们的大明江山沦为南宋，我必变为厉鬼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是。太后，你把我留下来吧，我来护卫大明江山，不能没有太后啊！太后传诏，瓦剌使者觐见。大明皇帝已有旨意，尔等需遵旨奉行，退出城垣，退往江南之地，罢兵修好。尔等若不遵从，大兵一至，灰飞烟灭，人民土地皆为灰烟。3日之期，派尔答复。大元国太师瓦剌也先首字。尊使辛苦，赐酒食。议吧。太后，既然决意一战，何意之有？只是皇上蒙尘，让大家心里不安呐。哼，不安，不安的是我。金银珠宝换不回皇上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退往江南。将来史书上会怎么写？给瓦剌也先写封回信吧，让使者带回去。回太后，早就备好了，请太后过目。写那么长干嘛？不必了。就这么写，退出长城，保尔全尸。皇太后有旨，瓦剌也先听着，退出长城，保尔全尸。皇太后有旨，瓦剌也先听着，退出长城，保尔全尸。娘，哎呀，又难见了。太后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话呢。我知道了。那你是南迁还是留下来啊？哎。他让南迁。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这孩子太好了。太后都说了，一旦破城，他就服毒自尽。那太好了，我得求菩萨保佑，赶紧让瓦剌兵攻进来。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这不是拿国家的事开玩笑吗？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他给你什么东西了？啊！你现在都开始帮他说话了。真没有。哼，大了，想做点事情，
现在不是时候。玉儿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好好活着。瓦剌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，深入我腹地。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攻到？他们不攻北京。嗯，北京城高，防守完备，粮草充足。瓦剌兵不善于攻城，他们没有大型的攻城器械。我要是野先，一路出直隶，席卷河北，一路过黄河，阻断山东救兵，荡清河南河北，兵锋西指，破终南山，扫荡西北。以有力一部配合脱脱不花，攻大同，入宣化，会师晋阳，两路合并，封锁长江。北京城只不过是个熟透的果子，这场仗没打就先输了。那就打，大军全部开出9城门外，列阵迎敌。快点！再到那边去！不是，来给我！这样，快准备！快点！锦衣卫巡查城内，凡有查到盔甲士兵不出城作战者，格杀勿论。9门为京师门户，分派诸将守护，如有丢失者，立斩。安定门陶瑾在，东直门刘安在，朝阳门朱英在，西直门刘据在，正阳门李端在，崇文门刘德新在，宣武门汤杰在，阜成门顾兴祖在，德胜门于谦。德胜门在北京北面，正对野先大军。咱们按规矩来，于谦加兵部尚书衔，统一指挥北京保卫战。凡有军令所到之处，包括我在内，军民一体作。到娘这儿来！
玉儿。 不是跟你娘走了吗？怎么又折回来了？只要离开我娘，我宁愿战死沙场。 你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了？你胆敢跟我说这样的话？太后，我不是我娘的小玩意儿，我是朱家的子孙。虽然我娘跟你有过节，但是请您网开一面，让我去做一个工兵。我建设的很好，我马骑的也很好，哪怕战死在沙场，我也有脸见祖宗啊！你真的不怕死？我有儿子，我不怕死。普通百姓死了，朝廷尚且抚恤。倘若我真的战死了，我相信太后一定不会让我的儿子流离失所的。望太后恩准。 战场上，刀枪无眼，飞剑如簧。他们是不会知道你是什么龙子龙孙的。我要你活着，对国家有大用处。唉。 何苦呢？要在战场上白白的死。真到了城破的那一天，要立定，不是还有襄王吗？我姓朱，朱家的男人还要血性，还愿意为国效忠。我不能逃走，让太后一个人独撑大局。倘若大明朝真的要亡， 我愿意做第一个殉国的。好，有骨气，去找于谦吧，哪怕做个工兵，只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我必不负你。这不是他们在这儿的位置，不过如山丘。 哎呀，各位都忙着呢啊，辛苦辛苦。好计策呀！是啊。我知道，不行，该怎么样？这样我还行。对，在那边，会有机会取胜。是。 分两路补偿。我觉得这样没劲。
杨阁老。哦，徐有贞大人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阁老大人，学生就是为此事来求您来了。您知道，一旦我去了南京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礼部把我派到南京，他不是让我避祸，是让我做官呐。做官不好吗？哼！北京城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去那儿吃口安稳饭，很多人都求之不得呢。哎，阁老啊，您知道南京它是陪都，把我配发到南京，您说这跟充军有什么两样？阁老，还得求您多多帮忙，要不然我想进步都没有机会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南京留守的都是充军？哼，这个玩笑当真有点意思啊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还求阁老大人，您一定得把我留到北京。我还想为朝廷效力，哪怕是管个粮食、军需库什么的，都行。这你得问问于谦啊。太后加他兵部尚书衔，命他总指挥北京这一战。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得遵命行事啊。这于谦过去他都要杀我，您说他能用我吗？徐大人啊，不知道你现在的天象学问精进到哪一步？你四处游说，朝中有很多人都信你。现在太后决议要和瓦剌野先在北京城下碰一碰。我说于谦不愿意用你，他是不敢用你啊。万一你发现什么星象，又有了什么异常，岂不扰乱了军心啊？我看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南吧。每年虽然俸禄不多，足可生活。不是我，这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爹，我娘说要举家南迁，全搬走，她在屋里收拾呢。我不告诉你们，我不走了。我以为你们娘俩早上就走了。为大元，脱脱不花大汗16年。太师瓦剌野先至孙太后书：尔等妇人，兵不满5万，粮不足1年，百姓逃亡，文武离心，大势已去，何敢挡我铁骑？唯念尔等不安兵事。日常又以胭脂水红为伍，言有不当，未可生罪也。南迁可解刀刃之难，天下万民必赞太后之仁德。大元太师瓦剌野先顿首再拜。还真是无礼呀！无礼？呵呵。太师千里迢迢地把你们的皇帝送回来，那可是你们的龙啊！太后难道不打开城门欢迎吗？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军几个攻克大同，席卷整个中原。不错，皇帝是我们的龙，是天子。可这条龙还没有长大。
他做错了事，被你们给抓住了。你们不会以为这样就是赢了吧？不会的，你们越过长城的那一天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哦。北京城下有虎豹旌旗，宫里有龙子龙孙，山东河北有100万大军，中原有刀枪剑戟，有锦绣文章，有千年文脉，有礼法，还有传之不绝的文明典章。我是大明的太后，我是皇帝的母亲。你们拿着2把破刀，骑着马越过长城，就想来侮辱天子的母亲。这是大明的耻辱。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天子一怒是什么样的景象。回去，告诉野仙，我不是他的朋友。不过，如果他想做这辈子最大的噩梦，就让他到北京来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500门红衣大炮，还有上万枚会开花的炸弹。告诉他，来吧！我会看着他痛哭流涕，我会看着他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。告诉他！那就看看是我们的刀快，还是你们大炮厉害。看什么看？跪下！我是大明的太后，他怎么敢？我是大明的太后，我是大明的太后。太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太后让我到的吗？封你为博前司监事，即刻出京，由海陆至江南，整顿水师军备。你可以领旨了。太后洪恩。趁京城还没被围，赶紧出去吧，带你的船走吧。我恐怕没法遵旨，太后不能把我轰走。好，现在又不遵旨了，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？你又不是傻子，为什么一直说傻话？我是大明的太后，我知道，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要守住的人。我要是现在走了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我不能这个时候走，我会陪着你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真傻，这样的处境还不逃走？若是我早就逃了。我要是能逃走，我要逃到你的船上，去波斯，去大邑，去山中老人的遗迹，去千奇百怪的地方。你真傻。
还要再回来？100年了，敌人又跨过长城，窥测中原。你们的子女在这里，你们的土地在这里，你们的父母兄弟在这里，你们的祖先也埋在这里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将士们，将士们，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血染沙场，我要和你们一起打3阵，赢3阵，砍倒他们的大旗，诛杀他们的上将，告诉他们退出长城。